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手抓饭要做好，你首先要掌握如何用锅焖最简单、最基础的白饭。我用的是印度香米，这个米的用水量体积比是1:2，就是1份米2份水。不同的米用水量是不同的，你通常可以在包装袋上找到它的用水量。例如泰国香米，它的用水量是1:1.5，寿司米的用水量是1:1.3左右。然后呢，你要有一个导热性和密封性都比较好的锅，把米倒入锅里，然后同样的容器接2份水，搅拌一下，把大米铺平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。如果是免洗的米我一般不洗。洗米的另外一个作用是洗去表面的淀粉，防止蒸熟之后呢，米饭颗粒粘在一起。这个印度香米它天生就比较松散，你是否洗去表面的淀粉对它的松散程度没有太大的影响。另外是否提前泡米，对于这种焖饭的方法来说呢，也不是决定因素。如果没有泡米，就把煮饭的时间延长1-2分钟。水烧开之后，火调小开始煮饭。我通常是用2档火，后面不再打开盖子了，中间也不需要搅拌，一共煮12分钟。注意一下，不同的米煮饭的时间也是不同的。12分钟之后关火，不要开盖，继续焖饭5分钟。5分钟之后，米饭已经熟了，这个时候要打开盖子，让锅里多余的水汽散发出来。用筷子或者是锅铲轻轻翻动米饭，帮助它散气。同时呢，把米饭打散，2下就够了，不要过度搅拌。这个时候米饭颗粒比较软，很脆弱，来回搅拌的话呢，这种长米粒会断开。我给你看一下锅底，没有多余的水分，也没有糊底的痕迹。这一锅米饭从上到下，它的状态都是一致的，软糯、松散，而且米饭颗粒完整。蒸汽散去之后呢，盖上盖子保温。总结一下，先找到米饭的用水量和煮饭时间，然后是3步骤：煮饭、焖饭、散气。这个是你焖米饭的公式。手抓饭呢，就是在这个焖饭公式上加入了其他的食材和调味。首先来准备手抓饭的食材，羊肉，我用的是羊排，你用羊肩、羊腿都可以。先来处理肉，盐入一个底味，小苏打嫩肉，腌15分钟，冲洗掉表面的盐和小苏打。上手洗肉的时候呢，可以感受到肉质变得丝滑。捞出来，擦干水分。半个洋葱切丝，胡萝卜斜切片，竖切条。锅里倒油，油热之后呢，放入洋葱，洋葱炒到刚刚开始变颜色，放入羊肉，把羊肉铺开，中火煎肉，底部上色之后呢，翻面，煎到羊肉和洋葱的颜色都是焦黄的，捞出来。你看现在锅里的油比刚才倒进去的还要多，因为煎肉的时候羊肉里的油脂融化到了油里。我们用这个油来炒胡萝卜和香料，盐、粗颗粒孜然粉、粗颗粒香菜籽粉，没有香菜籽呢也可以不放。香味炒出来之后呢，倒入羊肉和洋葱，翻炒之后加1杯水，烧开后呢，转小火炖肉。半个小时之后，羊肉已经软烂，筷子可以轻松扎进去。目测一下锅里剩余的水分，大概是100毫升，不需要特别准确。焖饭用的水要减掉这个水分。如果你不确定呢，就把菜和肉倒入锅里。炒锅密封性好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在炒锅里直接焖米饭。把汤汁倒入量杯，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汤汁是手抓饭味道的浓缩精华。加水把量杯填满。到这个时候，手抓饭的调味已经完成，剩下的就是用前面的焖饭方法把这个味道焖到米饭里。还是1份米2份水。
搅拌，把米铺平，尝一下汤的味道，这个是你米饭的咸淡，根据自己的口味补盐。盖上盖子，水烧开。烧开之后呢，放入葡萄干。然后呢，就是焖饭3步骤。煮饭，米饭里有菜、有肉还有油，我增加了煮饭的时间，一共煮15分钟。焖饭还是5分钟。散气还是2下。你看这个锅底啊，依旧是没有多余的水分，也没有糊底的痕迹。米饭颗粒饱满，略带棕色，它已经吸收了肉汤的味道，而且锅里看不到洋葱的影子，它已经完全软烂，融到肉汤里，并且被米饭吸收了。所以刚开始洋葱要炸到焦黄，羊肉软烂，可以脱骨。掌握了最基础的焖白米饭，就开启了你所有焖饭的大门。手抓饭只是其中的一种调味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集再见。